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时代，也是一个迎接空前挑战的时代。大数据时代的大门已经开启，数据智慧已成为政府决策的科学依据。新兴行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同时也引发了新的问题。大数据如何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大数据如何为服务型政府的转型带来新思想、新理念、新方法？这样的场景，你肯定觉得震撼。这是城市郊外的一片单车坟场。随着共享概念成为近年来的热词，共享单车火遍大街小巷。这一成功解决最后1公里出行难题的创新亮点，在满足了人们短途出行需求的同时，一系列弊端乱象也逐渐凸显出来。锁都已经坏掉了，自己刷漆了，你看到吗？这辆是共享单车，我没有办法举报，因为它所有的东西全已经那个弄了，就只能让它这样。庄记，魔族猎人的发起人。空闲时间，他喜欢到周边小区寻找各种违停的共享单车。我就通过这个猎魔程序去找，确认一下号。找到目标后，他会拍照上传，举报违停。最后搬运到小区外的单车停放区域。这个过程被他形象地称为“打猎”。共享单车像一面镜子，在无人监管的情况下所折射出的人性的弱点，值得大家反省和深思。魔族猎人这个群体以年轻人为主，他们专门举报共享单车的违停行为，然后骑回热点区域，让共享单车可以更好地循环利用。无桩停放是共享单车的优势，不过因此造成的随意停放也给城市带来了很大混乱。这是我们在后台截取了一辆共享单车1个月的停放点，形成了它的1个月的行驶轨迹。这些轨迹呢，以后呢，我们是把它会提供给政府，用来做一些推荐停放区的设置。北斗导航与位置服务平台目前正逐步接入北京市的共享单车数据。它不是为了获取单车的位置信息，也不是为了获取大家的骑行轨迹，而是为了规范使用者有序停放。利用北斗系统，毛利他们正在大街小巷采集定位信息，精确划定一个个电子围栏。电子围栏是为了规范停车而划定的共享单车停车区。共享单车必须停入围栏内才算正常停放，否则就是违规停车。就说那边设置了一些停车位，但是呢，咱们这个共享单车市民啊，骑行发现可能这边有办公楼、写字楼，这边有一些后面有医院，那咱们就把车停在这地方比较方便。毛里会把实地测量时发现的与预期使用情况不符的电子围栏位置上报给政府机构，最后在北斗导航与位置服务平台上划定合理的电子围栏。这样，这个框呢是我们就是采集这样一个推荐停车区，精度很高，把它放到地图上，共享单车的车的位置呢跟这个地图相匹配，我们就能知道这辆车有没有在我们这个围栏范围内。借助北斗导航与位置服务平台，可以约束使用者停车入栏，禁止乱停乱放行为。
随着越来越合理的电子围栏划定，共享单车的使用将逐渐得到规范。无论是个人的自愿参与，还是政府的平台监管，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需要每一方的参与。田超是共享单车的大数据运维工程师，他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准备开始了吗？今天他要测试最新的调度平台。准备怎么样？这次测试的区域是北京 CBD 国贸商业圈，这里一直是共享单车的热点骑行区域，潮汐现象非常明显。国贸地区是一个典型的工作人群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如何把我们有限的运力合理的分配到用户所需求的地方，这需要我们非常精准地了解用户的需求。早高峰刚开始，调度平台就发出缺车预警。随着上班峰值的临近，国贸地区的单车需求量正迅速飙升。不过，田超今天的调度测试却是减少国贸区域的投放车辆，他希望通过提高单车调度效率来弥补车辆减少的缺口。用户在骑一辆单车之前不一定需要打开 APP。他只要看到一辆单车，那他就会骑。经历了几年的运转，积累了非常多的用户的行为的数据，大数据能够抽取其中的规律，然后用于指导我们线下的每天的实际的运营的工作。然后这样的方式呢，对比传统靠人的方式更加精准。通过对国贸地区不同时间点的历史骑行数据进行分析，预测用车需求，进行单车资源的合理调配，是共享单车行业摆脱车海战术，向拼富的理念过渡的良策。随着人车需求的有效匹配，停放有序，单车坟场中的共享单车或许可以改变命运，在更适合的区域重回街头，为民所用。创新事物遭遇社会问题在所难免，但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以怎样的姿态去迎接挑战，解决问题。新的东西的出现，那一定是对原有的东西的一个打破。现在面临的问题，我相信是在过程中间要逐步去解决。怎么做呢？单靠你我个人做、企业做不行。但我认为他的做法一定是国家层面、行业同盟层面，还有呢组织层面，都要齐头并进。伴随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社会问题成为了潮流，而科学的落脚点往往就在数据。清晨7点，815路公交车站已经排起了长龙。欢迎您乘坐3.5块无人售票车。这是一群家住河北燕郊，每天都要赶往北京城区上班的通勤族，他们被形象地称为“燕鼠”。这一群体，仅河北燕郊一地就有几十万人，如果加上北京周边的卫星城，足有数百万人，并且这一数字还在快速增长。潮汐时段，海量通勤族的出行，给北京这座超大型城市的交通带来不小压力。王倩，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的一名工程师，他正在参与研究这一交通难题。这个呢是我们整个北京交通模型的一个基础的界面，它是我们院从90年代初就开始更新的。这个交通模型背后累积了大量的交通数据，主要包括有 IC 卡数据、浮动车数据、居民出行调查数据。有了这些基础的数据，我们才可以去构建整个的一个交通模型。这些结果可以给规划人员提供一个数据基础。在以前，
要完成北京市内公共交通线路的规划，王倩仅需要借助北京市内的公交、地铁和客运车辆 GPS 等多维数据，便可对规划道路沿线的出行人群轨迹进行分析。然而，随着中国城市化和交通网络的快速发展，一个又一个超级城市群也在形成。北京到底有多大？我们的行政边界是清楚的，但是我们真正的交通的边界其实是没有人能说清楚。像燕郊、三河、廊坊，甚至于到固安这些地方，都有相当比例的人到北京城来上班。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就是北京的这样的一个通勤圈的范围实际上是非常大的。这都是我们城市交通要去面临的一些任务。首都北京，每天往来于这里的上班族已不只限于本地人群。显然，要完成北京通勤圈的交通优化研究，王倩掌握的原有数据已经满足不了现在研究的需求。李琦，一家运营商的通信工程师，对他来说，跨界参与交通发展研究也是首次。移动网络的产生的这些数据的话，量也是逐年在翻次的这种增长。但是运营商积累了这些海量的数据以后，如何来去利用它们，其实一直是个问题。截至2018年，中国手机用户达15.7亿，庞大的用户基数每天产生着海量的多维数据。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为这座巨型城市解决交通拥堵提供了可能。传统的这个交通规划呢，可能都要是靠去人工的方式。一个呢，这个周期很长，采样率低，这个效果也差。那么大数据的手段，其实这个就非常精准。比方说，我们的这个运营商里面的位置信息服务，就是可以精准的这个定位我们现在这个人流的情况、车流的情况。京津冀地区拥有1亿多人口，行程面积覆盖21.8万平方公里。李琦团队要做的就是保护好用户隐私的同时，从近2000万用户的出行数据中梳理出与北京有关的出行人群的数据。从哪儿出发，然后走到什么地方去，居住地、工作地，以及的话呢，他的这个每天的出行，去结合起来，就能够得到每个人他们每天上下班通勤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然而，依托于手机用户的定位数据，对京津冀地区的人员出行轨迹进行分析，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磨合了一段时间，然后让他们先输出了一批数据，但是那一批数据，说实话，就是第一次输出的时候，跟我们实际情况相差太多了。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每天有不计其数的人进出北京，这其中公务出差、探亲访友、就医旅游的也不在少数。而王倩只需要住在京冀地区、上班在北京的通勤人员的出行数据。李琦团队所提供的正是这样一组河北、天津2省市来北京的全量出行数据，由此影响了所提供数据的准确性。比如说像春节前后，那个时候北京的这个人口的话呢，它会发生急剧的这种变化，大量的人口在春节前的时候会离开北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部分人可能回了老家以后就不再回到北京了。在北京，上班族普遍执行朝9晚5的工作制，早上出行时间大多集中在5点到8点，晚上集中在6点到9点踏上回程。这个为什么会变化这么大？这段时间为啥是？这是没数据的这个意思。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李琦团队做出了调整，在全量数据中，根据往来北京人员的出行时间、历史轨迹，圈定直住范围，完善了数据分析模型。而这些数据与公交数据比对后，便可依据出行人员的历史轨迹，
分析出这类人群的上班地和居住地，交通部门就可以清晰地看到所规划的路线和站点是否合理。我们现在的交通工具仍然有很多是盲目的，你比如我们公共汽车是定班、定点、定线的，有没有人都要开的。其实将来有大数据支撑的时候，应该是数据驱动的，应该是需求驱动的，应该是需求响应式的。有人我们才来嘛，我们的服务也一定会更精准、更贴切，最终当然是整个系统效率提高。为人民服务，满足人民的需求，始终是公共服务和公共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如今，王倩团队参与的北京通勤圈交通优化的研究报告，已为京津冀地区道路交通规划提供了决策的依据。曾经潮汐时段出行的我们，希望不用再排起长龙，焦急等待。这个在以前可望而不可及的愿景，相信不久的未来将变成现实。这里是三亚最大的海鲜市场，有76家海鲜摊位。在旅游旺季，每天有上万人在此品味海鲜美食。在旅游城市，宰客事件屡见不鲜。如何避免这类事件毁掉一座城市的旅游名片？这里似乎找到了答案。潘峰，市场管理员。过去，他每天都要挨家挨户地巡查、检查海鲜，避免缺斤少两。即便如此，消费纠纷仍时有发生。从2018年开始，三亚市政府陆续为这里的所有商户配备了一款特殊的公平秤，他们试图将这里的海鲜销售有效监管起来。我们主要注意几个重要的，一个是它的单价没有错，第二个重量没有错，第三个它的合计的金额没有错，跟我们的电子秤能够对得上，那么这个小票就没有问题了。在游客进行消费时，如果出现实际消费种类、金额与小票信息不符，游客可以扫描2维码进行便捷投诉。监管部门想要快速掌握游客投诉信息的准确性，必须与商户交易信息比对确认。现在，通过在电子秤上安装一根网线，所有交易信息都实时反馈到数据平台上。这里是三亚市放心游监管平台，也是游客投诉信息的汇集地。根据投诉的类型，工作人员将投诉信息及时推送到相关部门，游客将在30分钟内得到反馈信息。然而，对于行业监管部门来说，并不满足这一事后处置方式。如今，平台依据时令海鲜批发价、零售价及历史成交价，结合市场供需等多维度数据，每天分析并发布各类海鲜的最高指导价。当消费数据进入平台，系统会自动检查每笔交易，发现价格超标时，就会启动警告，自动生成监管工单，进入联合执法系统处理。这让政府头疼的欺客宰客问题被有效监管起来，而这一平台的数据同时汇入到一个更大的数据平台，一张覆盖海南全岛的旅游监管网络正在逐步形成。中国海南国际旅游岛，每年全世界有6700万人来这里旅游。2018年3月，海南进一步升级为中国着力打造的国际自贸试验区，面向59个国家免签。面对不断涌入的海量游客，如何打造一张中国对外开放的旅游名片，
成为海南旅游部门的一大挑战。那么，随着这个游客的不断的进入，那么对我们这个管理的效能呢，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旅游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活动，涵盖了吃住行、游娱购等几乎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了实现旅游的有效监管服务，自2017年起，海南旅游部门陆续将旅游、交通、运营商等多维数据接入，搭建了海南全域旅游监管服务平台。然而，平台刚建成不久，一场考验随之而来。我是女导游，我带的旅行团在沚州岛附近的海面上发生了事故，冒烟了，情况很紧急。一名导游发出求救，他带的旅行团在海上突发事故，急需救援。请他们马上处理。你无需惊慌，这只是一场演习。这场演习直接考验着全域旅游监管平台在突发事件来临时的处置能力。郑毅，海南旅游部门信息化应用专家。要进行救援，他必须马上准确掌握事件的相关信息。过去在缺乏信息化手段的情况下呢，基本上都是通过涉事的企业和各市县旅游委层层上报，造成了这个信息和这个处理问题的迟缓。生命救援刻不容缓，借助全域旅游监管服务平台，获取导游、旅游团及旅游大巴车等关联数据，不到2秒钟就检索出旅行团成员的信息。这是一个29人的旅行团，旅游大巴车轨迹显示，他们从海口入岛后，直奔蜈支洲岛乘船下海。这里是距海口200多公里外的事发地。此时，事发游船正急剧发生变化。救急舱着火了！调度蜈支洲1号呼叫。报告调度，我船在抢修高压油管时突然起火，我船正在船里组织灭火。各位游客，我船主机故障，现已不能正式开航，请大家不要惊慌，保持镇静。按照应急救援流程，郑毅将事发船只上旅行团人员信息及时分享给救援部门。结合事发游船发回的求救信息，景区救援团队迅速掌握了船上人员情况。一场紧急救援迅速展开。蜈支洲1号发生火情，请求礼部速派1艘快艇携载1名医护人员。海上突发事故，不可控因素多，除了协调救援，同样重要的是防止2次事故。突发事件波及度比较广的话，有一些其他的团队有可能就会造成一些这个不必要的这个损失。此时，蜈支洲岛周边仍有不少旅游团或散客正在赶来。如何第一时间通知他们？这显然是人工所无法完成的。发生事件的方圆100公里左右，所有的相关团队的信息、导游的这个相关的信息，以及他的这个联系方式，以及团队的这个人数，我们马上会通过这个平台发送这个信息给这个相关的人员，做好预警事件的准备。借助空中、水面多方力量，用时不到半小时，海上突发事件被安全处置。如今，海南全域旅游监管服务平台因为大数据的应用，不仅为旅游监管部门提供了科学的决策依据，同时也提升了游客的满意度。
把原来孤立的各个行业的数据呢，在我们这个平台上汇聚、加以分析，做了一个有效的集成，进而驱动了政府呢在行业监管以及应急指挥，还有公共服务上提高我们的政府的服务的这个效能。2017年，中国国内和出境游人数突破50亿人次。旅游这一关系人民幸福感的行为，因大数据的接入，不仅提升了政府的治理能力，而且也将成为人们安全幸福的保障。人们将从中获得更多的尊重和满足。您好，很高兴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这是12345热线接到的一通市民求助电话。市民反映的是有关房屋产权的咨询问题。通过热线平台，接线员快速定位到电话来源，将信息及时推送到相关部门。不到30分钟，涉及多部门信息的市民咨询问题就得到了相关部门的快速回应。这一切都源于政府数据的打通。过去呢，我们信息化的时候啊，很多部门是用自建信息系统，那么从技术上呢，导致了我们要把它融合成一个系统啊，已经造成一些前期的一些障碍。那么只要你掌握好这些数据，你才能做到数据多跑路，市民少跑路。所以支撑我们政府这个治理方式的变革，实际上除了靠我们政府官员的觉悟的提升以外，是吧？很大程度是要技术手段来辅助，这里边就是靠城市的大数据来支撑。通过打破信息孤岛，整合一个城市的数十个政府服务部门的数据资源，12345热线平台以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为技术支撑，将多部门1000余个事项列入办理范围内。市民可以通过微信申报，各项业务就能轻松在线办理。大数据推动了政府部门的行政效率和服务质量，最大限度地方便人民群众。在数据量爆发式增长的当下，每个人的数据汇集到互联网上，这些数据为我们的生活提供着种种便利。与此同时，一些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截至2018年年底，中国有8亿多网民，每天有10亿用户在登录微信，450亿条消息被发出。大数据时代，我们待在数据空间里的时间，有时比在物理空间还要长。真实世界的丑陋同样存在于虚拟空间。随着科技的进步，虚拟空间的违法手段也愈加隐蔽，高智商犯罪凸显。2017年，警方破获了一起特大窃取贩卖公民个人信息案。这是迄今为止国内最大的窃取公民信息案件，被称为“927案”。家芙蓉江人。芙蓉江哪座？哪年出生的？1986年。几月几号？7月27。该案抓获犯罪嫌疑人90余人，盗窃涉及互联网、物流、医疗、社交、银行等各类公民个人信息高达50亿条。李建军是破获927案件的直接参与者。他曾经是一名警察，现在是腾讯打击网络犯罪的安全团队一员。这是他从业以来碰到的最大的公民信息泄露案件。这里面的公民信息涉及到50亿条，那可以说我们每个公民，包括我自己，包括我们周边的一些人，我们的数据都在里面。2016年4月1日，腾讯联合反电信网络诈骗行业各方在北京发布“守护者计划”，同时宣布成立全国首个反诈骗实验室。
李建军就是这个实验室的成员之一。就在实验室刚刚成立不久，一个庞大的诈骗体系就被这个团队揭开。反诈骗系统里面发现，这里面的这些境外的诈骗人员，他对境内进行诈骗的时候是非常精准的。他通常是一波对同一个城市进行诈骗，或者对同从业人群进行诈骗。那么我们会觉得很诧异，怎么会这么的精准？并不是这样，他是为了。李建军的直觉告诉他，之所以会出现如此精准的诈骗，一定与个人信息泄露有关。2017年，中国网民因个人信息泄露造成的经济损失已超1000亿元，因网络欺诈导致的损失接近5000亿元。这当中，网民个人隐私、消费数据交易黑色产业链恶性发展。诈骗分子在掌握了受害人姓名、身份证号、电话、消费记录的情况下，深入到支付、网购、网络社交等各个生活，衍生出各种精准诈骗。这一切源于公民个人信息泄露。果不其然，经过对被害人举报的相关信息进行挖掘分析，李建军在众多受害人的信息中梳理出一个特点。他发现，这些人大部分都曾经浏览过一个钓鱼网站。钓鱼网站呢，它是类似于制作出一个像一个真网站，比如说像真的工商银行、招商银行，去真的银行网站，然后呢，去伪造一模一样的一个网站，然后你在里面填入你的账号密码，那么黑客就可以在后台获取到你的账号密码了。根据这一特点，通过钓鱼网站找到其背后的搭建者，再追溯到存在哪个服务器上，一步步接近数据源的提供者。最后，李建军发现这些线索指向了同一个地方。虽然已经知道了犯罪嫌疑人的大致位置，但一时间并不能进行抓捕，因为有一个艰难的问题摆在了警方面前。刘鹏警官为这个案件很是头疼。随着我们那个顺藤摸瓜，发现这个团伙，它的这个人数非常大，数字非常大，全国涉及到14个省。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黑客组织，分散在全国各地，他们分工细致，而且个个都是网络高手。其中就有熊猫烧香病毒的制造者，甚至一些大型网络公司的职员。如果直接实施抓捕，对方为了掩盖罪行，很可能紧急给电脑断电，造成数据流失，后果不堪设想。警方当机立断，决定实施同时抓捕。我们要求各地公安机关要主动发现、摸排这些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线索，然后顺线追踪。要全链条打击、摧毁这些倒卖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团伙，从实施黑客攻击的，或者是内鬼出卖公民个人信息的，包括贩卖牟利的，包括一些收买之后用于非法目的的，这些都要依法追究他的刑事责任。最要紧的是，要先确定每个犯罪嫌疑人的窝点。经过刘鹏团队的细致摸索，目标范围一点点在缩小。最后，警方通过大数据分析，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就藏匿在这个小区内。你要公安局的，公安局的，公安局，公安局。只是不能确定具体门牌。警方发现，犯罪嫌疑人甚至在小区内租了不止一处活动地点。我们通过这个电费这一块，发现它这个窝点呢用电量非常大，只有就是必须这个窝点必须要有很多服务器的情况下，才会有这么大的用电量，当时我们就认为呢，这个地方很可能就是他们的一个犯罪的一个活动一个场所。
它下面门开了。1楼是车库。对。车停这边。把门开了吗？对，那个。蚌埠市主战场是其中之一，但是涉及到全国14个省份，联合行动协调比较困难。从进门到把嫌疑人控制，只能有1分钟时间。犯罪嫌疑人把电脑打开，把资料删除，就可能毁灭证据。他是一个高智商的团伙，高智商团伙要证明他犯罪，必须抓捕行动正式开始了。在公安部的直接指挥下，安徽、北京、辽宁、河南等14个省市一起联动，最终抓获了96名犯罪嫌疑人，是近年来破获的最大一起窃取公民信息案。几年来，守护者计划在行业联盟内共享安全数据，协同制止诈骗，使反诈骗模式从过去的用户举报变为警方、运营商主动拦截防御，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反电信网络诈骗被动挨打的状态。中国的一些网民呢，本身也没有具有保护自身数据的意识，为了一些小利而愿意牺牲自己的数据，所以我觉得这里边也有个数据的安全，也有个全民教育的问题。现代生活里，数据是隐私的载体，我们要保护隐私，就要保护数据。尽量不去贪小便宜，非必要的场合我们就不要去留自己的一些个人信息，比如说联系方式啊、住址啊。那另外一个的话，我们尽量避免在公共场合去连一些公共 WiFi， 尽量不要去点击一些不明链接。我们一定要不能把自己的短信验证码告诉别人，这个非常重要。我重点说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在不同的网站上，一定不能留相同的密码。从公安跳到体制外，我个人的感触特别深。做安全，去打击犯罪，并不是警察一家，并不是我们互联网一家，尤其是现在，它是需要各行各业去一起来担当，是需要行业的合作共治的。如何让大数据更安全地为人们服务，使愈加透明的社会不因大数据的应用而引起恐慌？除了对非法获取数据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规范数据采集和使用变得尤为重要。在创新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特别的重视隐私安全包括数据的确权这个数据到底归谁所有，在什么的情况下什么场景下可以使用，在什么范围内可以使用，那么在什么情况下应该销毁我想这个是围绕着整个数据的这个全生命周期我们要关注它的这个安全和隐私的问题。咱们国家呢，其实这个网络安全法出台之后对整个的这个全民的安全，对吧？国家的安全都有所部署。喜欢赛车，可能也和我工作有关吧，都是追求刺激与挑战。边亮，网络安全技术人员，通过赛车训练提升快速反应能力，以便应对更加刺激的网络安全防护战斗。法国外交部13号发布公告说，外交部阿里亚纳服务平台近日遭到了非法入侵，部分法国出境旅客在注册时填写的个人信息被泄露，但是这些信息并不。近年来，世界各国都遭遇到了不同程度的网络攻击，
涉及到国家的交通、医疗、金融等方方面面，甚至是国家首脑的个人信息。网络安全关乎着个人、企业乃至国家的安全。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软件是人编的，当然呢，它可能会出漏洞，好吗？从这个意义上说呢，既然是人编的会有漏洞，那么也会有被人家发现，也会被利用。把以往一些面对网络空间的威胁，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幸免于难，这其中也包括中国。他的作案的手法所使用的这种作案工具，我们可以看到，他都使用相同的这种作案工具。这是每周一次的例会，边亮所在的追日团队正在讨论一个已经跟踪了6年的黑客攻击——海莲花。海莲花听上去优雅梦幻，但却代表着一个在国际上神出鬼没、骇人听闻的黑客组织。近期捕获的这样本来看，它这个解密这个函数这块儿，大家有没有人见过呀？那么通过这种线索，我们在大数据平台当中，其实可以找到它更多的攻击的行为。2014年3月，中国某海事机构一台办公电脑出现异常，运行缓慢 ，CPU 内存占用率极高，疑似遭受到了黑客攻击。追日团队第一时间参与了调查，种种迹象表明，这显然是一场有组织的网络攻击。它不是单个黑客或者几个黑客就能实施的。边亮知道，大麻烦来了。第一种呢是通过这种鱼叉邮件的方式，通过定向发送一些带有伪装性的邮件。使中招用户去不慎运行这种恶意样本，这是第一种方式。第二种呢是通过水坑攻击，比如说攻下一些我们常用的一些网站，比如说办公或者说一些职能部门的网站。那么浏览这些网站的一些人呢，往往就是相关的工作人员，从而呢对某一个行业进行一种定向的攻击。边亮团队临危受命，现在他要做的就是迅速找到海莲花的藏身之处。全球每年会出现上百万种病毒，每天产生的新病毒都达到了上千种。要想在这数以万计的病毒中找到海莲花的藏身之处，犹如大海捞针。寻找其最终的位置，绝对是一个纷繁复杂的过程。这就需要通过网络传输的数据，找到该样本链接的远程域名，再由远程域名去找域名的注册人，再由注册人去找注册过的其他域名。经过一系列的关联，最终再用数据库中的病毒样本去验证，确定最终的攻击者。如果要没有大数据的话，那可能我们需要找一个线索，可能都需要，有可能是1个月，甚至可能更长。针对于海莲花的作案手法，边亮团队利用大数据技术搜索出了近几年的类似病毒，然后对这些病毒进行关联，范围正在逐渐缩小，目标也越来越清晰。而黑客也正在利用各种方法隐藏自己的踪迹。边亮团队与黑客的对抗也进入了白热化阶段。这是一次对边亮团队和整个后台技术的挑战，在这里不能出现一丝闪失。在当今世界上，网络空间已成为继陆地、海洋、天空、外太空外的第5空间。这里是无硝烟的战场，这里的武器不是枪支和弹药，而是键盘和鼠标。电脑屏幕就是战士们的掩体，但是激烈程度却丝毫不亚于真实的战场。从我们绘制的这种攻击图和历史攻击状况来看，其实它在攻击中
暴露了2次它攻击所使用的 CC 服务器。那么经过咱们后台的大数据的关联，其实我们发现，在它攻击的过程中，有几次的攻击其实是暴露了攻击者他真实的 IP。正是利用多维度大数据的分析，在每天海量的网络攻击事件中，边亮和他的追日团队定位出了与海莲花相关的各种攻击事件和攻击元素，最终绘制出海莲花组织对中国境内目标发动攻击的全貌。据统计，这个名为海莲花的黑客组织所制造的病毒，遍布全世界范围内的36个国家，其中中国的感染者占到了92.3%。截至目前，边亮和他的追日团队发现，在海莲花攻击的过程中，对方的黑客组织至少使用了4套不同类型的病毒代码，注册了70个以上的域名，服务器遍布全球13个国家。在与海莲花的数次交锋中，边亮团队均取得了胜利，但他们丝毫不敢懈怠。在网络安全方面，不仅仅是海莲花，还有名目众多的各种黑客攻击，在威胁着国家和个人的安全。我们的网络对其他国家的网络军队或者黑客组织来说，如入无人之境，那么你跟别人是不可能去有很好的沟通。我觉得实力还是最重要的。我们需要乐观且务实地看待这个时代。随着政务信息的互联互通，政府服务、城市管理、便民服务等诸多领域的应用已初见成效。大数据对个体数据的感知，使政府工作真正做到以人为本，惠及群众。当你抬起头，看到身边所发生的变化，你就会明白，这个时代已经开启，更大的变化就在未来。